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6.10，收盘价是201.29，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203。最低价是在194.3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804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97倍，量平。那 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那目前 KD 值已经是出现了钝化。MACD 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中。但是我们会看到连续数个交易日零轴上方的绿柱在逐渐减小。对，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信息还预示着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通常出现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在2月8日的这根小绿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超过了前一日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提到过，蜻蜓线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它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那后续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呢，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月8日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它的收盘价站上了蜻蜓线最高，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也站上了前面 K 线的最高，例如在11月15日、12月1日，包括在2月3日的这3根 K 线的最高。那这都预示着股价将会上涨。那唯一不足的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出现的是量平，虽然是量平但是我们会看到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减少的状态。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成交量的指标来说那后续股价还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说的回档呢，并不是说直接回档，我们认为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会收在前一日 K 线收盘或最高价的下方。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第一个可能叫横盘向下，收盘价会收在193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向上突破收盘价会在208附近。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不低于196，那向下突破呢，收盘价是在187，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6的。在盘中，对，那实际在2月8日收盘价是在201.29，
出现了小幅的上涨，并没有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好，但是呢，我们说，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2月8日收盘价站上了前高，并且呢突破了我们定义的这第一个目标，就是200关口，包括前一日蜻蜓线的最高。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指标呢，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好。那股价上行，我们说目前收盘价站上了200关口之后呢，继续上行的目标，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是2月8日当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03。我们把这个200关口的这个水平线或者197.5的水平线上移到203。好。那对于后续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203。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看到203这是一个高点，目前呢它超过了12月1日的这根 K 线最高，也就是说从单一的这个日 K 线图当中，那么它建立了头高，或者叫出现了头高的现象。那为建立多头趋势呢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说股价在后续上行的目标首先就是要过前高203。那站上203呢，我们说股价才会继续上涨。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当然还是上方的这个237。我们曾经说过，等股价站上200关口之后呢，我们来讨论237这个目标。好，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股价如果站上203之后，上方到达237，或者我们说股价要想到达237，目前的压力在哪个地方？对，那我们来回看之前的 K 线图，我们看237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我们向后看，在2022年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股价这一波下行之后出现低点呢，之后股价是上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交易日的 K 线合并之后呢，它是一根长长的实体红棒。对，那么通常股价我们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一根实体棒，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站上它的最高237，但是这样一个实体棒的50%的成本线将是一个强压力。那我们经过计算，这个需要比较精准的计算，就是237.395减去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66.185，对，那然后除以2，我们就会得到这个50%的成本线。当然，这个除以2之后还要加上这根 K 线最低，那我们计算是在201.79。201.79是这个连续下跌的过程当中实体棒50%的成本线。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01.29，我们会看到它并没有站上这样一根下跌 K 线50%的成本线。因此实际上我们讨论到这个点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那为什么股价在2月8日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止涨，也就是没有再继续向上，而最高价冲到203，虽然说超过了201.79，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收在了201.79的下方，是收在了201.29这个位置。那我们依然可以认为这个阻力位它并没有突破，而要到达237呢，这个阻力位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受阻之后呢，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站上这个50%的成本线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强压力，对，如果能够站上它，那股价后续才能够继续向上去测试237。好，那这样一来，其实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目标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3，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完成第一个目标，也就是打开了股价通往237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对，所以说对于237，我们讨论的第一个点就在201.79。虽然它在我们第一个目标的下方但是我们在讨论股价上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如果我们讨论203的定义是过前高，对，我们并不讨论201.79。但是当我们要讨论237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合之前的一些指标来讨论。对，所以呢，对，在这里我也想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每一个目标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去分析和考虑的。对，好，那么总结一下，对于237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第一步就是201.79。对，好，这是要完成这第二个目标的关键位置。当然，我们说如果能够站上201.79呢，在上方有125日均线值、200日均线值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对的。好，好，那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可以再延伸说，如果237这个水平线再能够站上呢，那再向上我们会看到这个3号趋势线。我们在这里来说明一下，那上方是我们之前定义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那如果能够站上237呢，后续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当然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有一个缺口。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讨论。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2个目标和上行2个目标的所遇到的阻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价的回档或者说是下行。对于2月9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它的目标就是在182这个位置，182.61，也就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把它调的精准一点，上调。对，那我们来说，为什么回档的第一个目标是这个位置？在2月8日这个股价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站上了，当然也站上了近几个交易日的前高。我们讨论2月2日，那这个收盘价站上了2月2日这个 K 线的最高。对于2月2日这个单一 K 线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叫天剑线，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如果股价在日后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天剑线的最高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在接下来的3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并没有站上
这个天剑线的最高，而是在2月8日的收盘价站上了它。所以我们说啊，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目前收盘价瓦解了这根 K 线，对，变盘向下。那当它出现回档之后呢，那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天剑线的最低，因为一旦瓦解这个天剑线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这根 K 线其实就成为了后续股价上涨的一个起涨的 K 线，所以股价回档呢，一定是要跌破这根线的最低。对，这是我们把股价回档的目标设立在这个位置的原因。好，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回档，我们先把这个红线移开，它跟我们没有关系，目前。那我们说，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在这个5日均线值是在194到199之间，它将成为支撑。然后呢，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6到188之间，将会成为支撑。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回档要跌破182呢，我们说会有2个护城河，一个是5日均线值，一个是10日均线值。对，好，那日后股价如果完成了这个第一个目标回档，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说就是下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62这个位置。那这根 K 线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连续上涨 K 线，它是起涨的这根 K 线，所以股价回档的第2个目标就是162。那我们也会看到，对于2月9日来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162这个位置，那也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高的趋势线也在2月9日重合，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会越来越密集或者越来越强。对，也就是说强支撑位在不断的提升。那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为股价的继续上行打好了一个基础。好，那么第2个目标完成之后呢，我们说接下来呢就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对，好，我们说第3个目标第3个目标就是在跌破162之后将会回补这个缺口。好，现在我们调整一下水平线，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那对于2月9日来说，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上方就是203，因为站上203，股价呢会有就是说这个203决定了股价是否能够继续上行。对，然后回档我们要关注一个位置，就是189.55。我们说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我们把这个红线移动到蜻蜓线最低。我们不要忘记，蜻蜓线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说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蜻蜓线的最低那股价会继续下行的。对，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对于2月9日盘中的观察位，我们在这个地方设定一个位置。好，我们设定这些位置呢，都是为股价的走势在寻找理由，就是说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会得到支撑呢？就是我们找这些证据。对，好，这是我们在分析走势过程当中的一些推理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呢，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对，好，那么这是盘中我们要关注的2个点位，203和189.55。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
操作建议和操作规律。我们先说第一个操作，我们依然是从建仓开始说起，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网友来关注这个视频。对，好，我们曾经在之前的视频提到过，在1月17日这根 K 线的收盘有建仓，1月23日 K 线的收盘有加仓，在1月26日收盘这个位置有加仓，在1月27日这个位置可能会有加仓，对，然后在2月1日当日 K 线的收盘，我们说有加仓，在这里我们说有加仓，都是在视频当中给出的明确的技术上的加仓的建议，对。那么一路这样的建立仓位加仓之后，目前我们说账户的余额是盈利的，那么对于盈利，我们现在说要停利，我们要依然是守5日均线值。对于2月9日5日均线值是在194到199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如果想要停利，就可以出场。对，那在这里我们依然想继续说明一下，我们一路建仓加仓走来刚才说了，我们的账户是盈利的，之所以能够持有这样的盈利，就是我们一直在守5日均线值，所以说当日 K 线的收盘价，例如在2月8日的收盘价是201.29，最高是203，那这两个价位对于账户余额来说，它是一个浮动值，对，它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盈利余额，而真正的盈利的余额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依据5日均线值去操作的，所以目前来说，盈利的余额应该是在100，也就是2月9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194乘以持股数量，这是目前我们账户当中的盈利余额。当然，如果跌破5日均线值，收盘价有可能会更低，对的，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再想说明一下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盈利余额的计算方式。对，好，那么我们继续守5均停利。好，如果我们不想停利，我们想继续持有仓位，那么下面我们再给出停损的一个位置。我们在这里讲停损，停损是停止损失，也就是说停损是指我们账户已经盈利，我们才会把它称为叫停损，否则我们会把它称作叫止损。对，在这里我也想再次说明一下我们所使用的一些名词，对，使用一些名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好，那么停损我们将会由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170，对于2月9日，我们要把它提升到182，182就是2月2日这根 K 线最低182.61的这个位置，那精确一些就是要低于182.61，所以我们设在182。也就是说，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停损出场，对，也就是保持住账户的盈利。
对，不至于使利润出现亏损。好，这是我们说的2个位置。那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是指我们在这里说的停利和停损的2个位置，是指收盘价，不是在盘中的价格，因为盘中是股价是波动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多头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我们还曾经提到过，其实在每一次加仓的位置啊，也都是建仓的位置。那么我们在以最后建仓的这个位置为例，我们再给出技术上的停利和停损点。那最后一个我们在视频当中提到的建仓的位置是在2月1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那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目前应该是已经盈利了。对，所以现在对于这样的最后一个进场的建议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出停利，仍然是守5日均线值在194这个位置。跌破194，收盘价跌破194，就停利出场。好，然后由于它是已经盈利，我们再给出停损。停损我们同样设在182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停损的位置目前也高于了这个当日的这个收盘价。对，所以现在由于已经盈利，就我们撤销原来对在这个位置进场的止损位，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撤销止损。停损也就是股价跌破182出场。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于2个多头操作的技术上建议。说如果我在182我们不想出场，想继续持有，那将是一个长线的操作。那么对于长线的操作呢，在技术上我们是守20日均线值的，也就是日后股价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对于长期操作应该是停损或者说是止损出场。我认为更多的应该是停损出场，一定是有利润的。好，那我们会看到，例如在2月9日20日均线值已经被提升到162，那日后呢，这个20日均线值会逐渐升高。对，长期操作我们守20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说的之前的操作建议的停利和停损。那我们再来讨论说，2月8日这根 K 线收盘过前高，突破200关口，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建仓进场，或者说是继续加仓？那在这里边呢，我们不建议在这个位置加仓或者说是建仓。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了，股价能否，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仓或建仓啊，我们的目标一定是看237的。而刚刚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要想到达237，目前有一个关键的阻力位是在201.79这个位置，也就是介于前一日 K 线收盘和最高之间。所以说，对，要到达这个位置，它是阻力位。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呢，是2月8日这个量是呈现的微小的量缩，而不是一个量增。所以呢，价涨量缩通常不是进场的标志。对，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依据来说，在这个地方现在不适合加仓，更不适合建仓。那什么时候建仓呢？我们等接下来的交易日啊，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201.79，
也就是这样一个下跌红 K 50%的成本线，这个重压力站上之后，我们再依据当时的情况再来讨论是否可以加仓或者说是减仓。好，这是关于多头的操作。那我们再来讨论空头。空头的操作，目前股价已经站上了200关口，应该会有空单被回补出场。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空单是或者叫做空头是没有进场的合适的点位的，所以目前没有在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做空的。对，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好，还是有点啰嗦，因为我想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尽可能的说清楚。对，因为还是说每天还会有新的网友呢来观看视频，而新的网友呢又不会说去看前面每一期的视频，所以呢，对，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要啰嗦的更多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2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第一个压力是203前高，第二个压力是209，125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焦点。接下来是226，在这个位置。下方的支撑是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194到199之间。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6到188之间。我们会看到也涵盖了也接近我们说的这个199.55这个观察位。好，第三个支撑我们说应该是从170 2月1日这根 K 线一直到162，这是第三个支撑区间。当然我们会看到还有20日均线值和这条趋势线都会成为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是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会上涨或回档2个方向，是带有条件的。那如果是上涨，当日应该是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0，上方最高会到达213，然后收盘会收在212.50这个位置。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方向呢，股价会出现回档，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9，下方最低会到达185，对，收盘会收在187附近。那出现这样回档，它的条件必须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我们说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这是第一个可能，2个方向。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还有可能会出现小幅的回档。如果是小幅的回档，它将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9，最低下方会到达196，收盘会收在197.5。
在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回档。那我们说，这是我们说的小幅回档，对。那小幅回档呢，我们说它不会跌破5日均线值，对。那大幅的，刚刚我们提第一个行大幅的回档呢，是会在10日均线值附近。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